医生手中的钳子一不小心夹到了他的脑袋，给他的人生留下了永久的印记。从此，比尔便带着残障的身躯，踏上了与众不同的人生旅程。比尔的父亲在他年幼时便离世，留下母亲一人独自承担起抚养他的重任。他记得父亲生前是一名推销员，于是他决定尝试面试推销岗位。那位老板看着他的样子，眼中闪过一丝犹豫和不屑。显然，老板并不认为一个残障人士能够胜任这份需要极强沟通能力和说服力的工作。比尔的第一次面试以失败告终，他黯然离开了公司。就在他准备放弃时，他看到了母亲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那一刻，比尔的心中燃起了一股不屈的火焰。鼓起勇气，比尔再次回到了推销公司。他向老板提出了一个请求 ：“Give me your worst route. Give me the area nobody wants.” 希望老板能将最难推销的区域交给他。起初老板并不同意，但随后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将一片非常困难的区域交给比尔尝试。比尔也是终于有了自己的工作。随后母亲亲自开车将比尔送到了工作区域，并给了他一份午餐。比尔带着公文包，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他的推销工作。刚到第一家房子，一只凶猛的狗就将他劝退了。比尔没有气馁，来到了第二家，他开始向房主耐心地介绍产品。可房主的注意力下一秒就被隔壁的邻居吸引了。原来两家之间的松油树老是滴油滴到自家周围，邻居请工人将松油树砍成了2半，为此双方邻居发生了争吵。比尔见状只好离开了。他转身来到了第3家。Good morning. My name is Bill Porter, and I would like to take a moment of your time to tell you about some of the many fine Watkins products available. 但房主很不耐烦，直接拒绝了比尔。他并未因此打消积极性，转身来到了第4家。可刚一开门，家里的狗就一直狂叫，房主的小孩也被比尔的样子吓得跑回了屋子。在比尔介绍产品期间，房主家里的狗更是跑了出去，房主随后便过去追狗了。比尔再次推销失败。不久后，终于有一家让比尔进了家门。比尔也是来到房主家里介绍着产品，可房主看着比尔的样子，感觉格外可怜，于是房主拿出了一些钱准备给比尔，但比尔见状直接拒绝了。他不想别人同情他。I don't need charity. But you need spot remover. Look at your couch. It's appalling. 转眼时间就已经来到了中午，比尔坐在路旁的椅子上，准备享用母亲给的午餐。可一打开袋子，里面的面包正反面写着耐心和坚持。比尔看过后直接哈哈大笑起来。吃完午餐后，比尔继续开始推销。终于有一家房主热心地接待了比尔，随后比尔便向房主推销起了洗衣粉产品。And at $3.95 a box, you can see what a great savings that is. How many may I put you down for? 2. 而这家房主居然直接要买2盒，不仅如此，还要订购大量的漂白剂。比尔直接吃惊了，他终于推销出去了产品。随后他连忙拿出了单子让房主填写，而房主也是热心的给比尔倒了一杯水，可里面的一点伏特加差点让比尔直接醉倒。I'm sorry, I put a little vodka in there. Is it too much for you? I probably shouldn't. 一天忙碌之后，比尔终于下班了。母亲过来开车接送比尔，而比尔也将自己推销出去产品的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后也为比尔感到高兴，随后2人便来到了饮品店消费庆祝。比尔在这里将自己成功推销的经过告诉了母亲。听完比尔的讲述，母亲拿出了一个礼盒送给了比尔，那礼盒里装着一个怀表，而那怀表是比尔父亲的。母亲将那怀表送给了比尔，希望他能像父亲一样坚强勇敢。可这一幕却引起了旁边年轻人的嘲笑，他们模仿比尔的说话方式和动作。母亲见状，直接给那些年轻人了一些教训。Could I borrow your ketchup, please? Yeah, sure. Oh, I'm so sorry. I must be a retard or something. 然而比尔上班不久后就接到了第一个投诉，原因就是他在模仿布偶人时突然出现，吓到了一家房主的小孩。面对这次挫折，比尔并没有气馁，他依然在这片区域推销着产品。这天天色已晚，比尔看了看怀表，发现母亲还没有过来接他，他以为是母亲忘记了，于是他便跑回了家。可回到家里，并没有发现母亲的身影。他问了问附近的邻居，邻居都表示没有见到比尔的母亲。紧张的比尔连忙报警，他担心母亲可能出了什么事。可电话刚打通没多久，一辆警车就来到了他家门口，母亲被一位警察送回了家。比尔连忙询问母亲到底干什么去了，母亲回应说是去城里买鞋子去了，所以耽搁到了晚上。但比尔知道这不对劲，他询问母亲为何不打电话告知他。I couldn't remember our number. 这一刻，比尔才意识到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而母亲也是意识到了自己症状的严重，母子紧紧拥抱在一起。也是自这一次母亲照顾比尔转变为了比尔照顾母亲。为了继续上班，比尔将母亲带到了邻居家里，让邻居帮忙照看。随后他接着开始了自己的推销工作，又是熟悉的路线、熟悉的房主，还有熟悉的拒绝。但比尔依然坚持不懈努力工作，没有了母亲开车接送，比尔只好自己步行回家。可突然下起了大雨，
附近的邻居开车见状便想着载比尔一程，但比尔不喜欢别人的帮助，他总会想出各种点子拒绝他人的帮助。在比尔眼里，那些帮助自己的人都是因为可怜自己。不久后，他回到了邻居家里，准备接母亲回家。一进门就发现邻居的妻子忙于照顾小孩。比尔询问到了母亲在房子里面后，便急忙过去查看母亲。可一进来却发现邻居的丈夫发了癫痫，这让比尔意识到邻居并不能照顾自己的母亲。于是比尔就找了一个保姆，他让保姆照顾自己的母亲。可这个保姆一看就不是正规的保姆。比尔临走前一直叮嘱保姆照顾好自己的母亲，保姆也是让比尔放1万个心。将母亲安顿好后，比尔再次出发推销去了。这一次他来到了另一个房主家里，房主正忙于照顾花草。比尔发现房主一直用驱虫药给花草喷洒，于是便想起了推销薄荷肥皂。房主的朋友代替房主接受了比尔的推销肥皂。随后比尔又来到了之前第一次开单的女房主家里，女房主再次热心招待了比尔，两人坐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聊起了天，两人聊得非常开心。随后女房主再次从比尔这里订购了一些清洁剂，还有牛肉狗狗饼干。一天的推销生活眨眼就结束了。当比尔回到家里的时候，却发现家里乌烟瘴气的，炉子上铁锅里的水都烧干了。比尔知道保姆肯定早早跑了，他连忙将铁锅拿到水龙头冲水。随后听到屋外有些动静，他刚一出来就看见母亲趴在地上，拿着照相机一直拍摄。Mama? You see, now I have the proof. 在发现保姆也靠不住了之后，比尔将母亲送到了养老院照顾。比尔细心地给母亲在养老院收拾了房间，而母亲此时也表示自己成为了比尔的负担。但听过话的比尔直接回应母亲。Well, now we're even. 母亲照顾了残障比尔大半辈子，而这一次也轮到比尔照顾母亲后半辈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尔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后背不是很舒服，于是比尔来到了医院进行检查。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后，医生告诉他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比尔的椎间盘压缩了。这意味着如果比尔继续这样跑来跑去送货，可能会导致他永远站不起来。医生建议比尔找个员工帮他跑路送货，以减轻他的负担。虽然有些不情愿，但比尔还是接受了医生的建议。晚上刚回家没多久，一个小伙子就找到了比尔面试。比尔邀请小伙子进来谈，心中充满了期待。然而当小伙子得知得用自己的车送货时，他果断地拒绝了这份工作，这让比尔感到有些失望。不久后，比尔的母亲因为症状严重，心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尔立刻赶到医院看望母亲，他细心地照顾着母亲，尽自己所能给予她最大的安慰和支持。然而比尔的母亲需要进行一个心脏手术，而且手术费用相当高昂，比尔并不能一次性付清。医生轻声地告诉比尔，以他目前的情况，可以申请残疾人补贴。比尔一听，却如同被触动了某根敏感的神经，他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与自尊，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医生的建议。他不需要别人的同情，也不需要任何补贴。他声称自己有工作可以自食其力，不需要别人因为可怜而帮助他。在医院安顿好母亲的事宜后，比尔没有片刻的停歇，立刻重返了他的工作岗位。随着圣诞节的脚步渐渐临近，比尔开始着手准备一份特别的礼物。他会亲自制作一个精心装帧的日历，然后送给每一个他曾经去过的家庭。然而尽管他的心意满满，但并非每个人都会接受他的好意。有的人欣然接受，有的人却直接拒绝了比尔的礼物。但当比尔来到女房主的家中时，他却受到了完全不同的热情接待。女房主一见到比尔，就迫不及待地将自己准备的礼物递给了他。那是一个精美的包装盒。比尔被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感动了。作为回报，比尔也将自己制作的日历送给了女房主。当晚，比尔带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刚进门他却不小心摔了一跤。就在这时，一个名叫雪梨的大学生跑了过来，他声称自己是过来面试工作的。Oh, yeah. Let me get your bag. 在家中，比尔与雪梨交谈起来。雪梨的热情如同初冬的阳光，温暖而充满活力。她那份对工作的渴望几乎在言谈间跳跃出来。她不仅展现了自己的热忱，还通过实际行动帮忙更换家中昏暗的灯泡，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与诚意。比尔被雪梨身上的这股冲劲和善良打动，决定给予这个年轻人一次机会，接纳他成为自己的送货员工。正当比尔以为一切都将好转，准备拥抱一丝侥幸之时，命运却再次以一通电话戏弄了他。母亲在医院悄然离世，那个默默守护了他半生的温柔身影，就这样消失在了岁月的长河里。尽管心痛如绞，但比尔知道他不能停下脚步。为了生计，他很快就重新投入到推销工作中。然而工作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某日，当比尔向一位抱着婴儿的母亲推销时，那温馨的画面不经意间触动了他心中最柔软的部分。那段关于自己母亲的珍贵记忆，情绪在一瞬间决堤。他无法控制地思念起已经离世的母亲，那位无私照顾他、爱护他的女人。在悲痛的洪流中，比尔匆忙向房主道歉，然后逃离了那个让他一起悲伤的地方。比尔独自一人走在昏黄的小路上，周围的灯光虽明亮，却似乎无法穿透他心中的阴霾，无法照亮那张已经消逝的亲切的面庞。一段时间后，比尔与雪莉携手走过了无数个春秋，一直坚持在推销行业中打拼。比尔凭借其日益精湛的业务技能和稳固的人际关系，已经成为邻里间熟悉的风景。他总能巧妙地将产品推销给每一位邻居。Alan, you love this stuff? No buying. No, he's right. You love this stuff.
尽管经年累月，那2个邻居家的松油树仍旧顽强地只长着一半的树枝，象征性地映射出2家之间水火不容的关系。在共同的工作中，比尔与雪梨的关系愈发融洽。雪梨对比尔的尊重与关怀体现在每一个小细节上，甚至包括精心为比尔庆祝生日的喜悦时刻。比尔曾被深深感动，由衷地称赞雪梨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好的人。然而这句话在2人之间引发了一丝尴尬，因为雪梨对比尔的感情更多的是基于深厚的友谊而非其他。为了打破这尴尬的气氛，雪梨拉着比尔跳起了舞蹈，让轻松愉悦的步伐带走了那丝微妙的紧张。在雪梨心中，比尔更像是一位挚友，而非其他角色。随着时间的流逝，雪梨也迎来了自己的大学毕业典礼。比尔出席了雪梨的毕业典礼，见证了这位年轻朋友的重要时刻。在毕业典礼结束后，他为雪梨庆祝开心。然而这时雪梨的男朋友首次出现在比尔面前，这让比尔感到意外。他意识到雪梨对自己的好并非出自爱，而是纯粹的友情。在明白了雪梨的真实想法后，比尔选择继续与雪梨保持朋友关系，珍视彼此之间的纯粹友情。在比尔的家中，他与雪梨一同忙碌着推销工作的各项事宜。比尔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方式整理日志，为下一次的推销活动做细致的准备。然而当他发现雪梨已经帮他整理好了日志，他却意外地生气了。比尔对工作的严谨态度意味着他更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事。对于雪梨的好意，他有些不领情。 I have my own way. I have to read them, so I have to write them. You're not helping me, Shelley. If you think you're helping me, you're not. 随着时间的流逝，推销公司迎来了年度总结大会。公司的老板即将退休，一位年轻人接替了他的位置。这位年轻的新老板对比尔的存在感到困惑，他不明白为何前任会聘用一个像比尔这样的人。然而即将公布的年度总结报告彻底改变了他的看法。在报告中，比尔被宣布为年度最佳推销员工。他在过去1年中取得了$42,160的销售额，这个惊人的数字充分证明了他的能力。比尔受邀上台接受颁奖，并发表了获奖感言。台下的同事们为他的坚持与成功鼓掌，纷纷向他表示祝贺。表彰会结束后，比尔和雪梨投入到了新一轮的推销工作中。这一次，比尔采取了一项特别的措施，他将一个邻居的箱子故意送到了另一个邻居家里。这一举动背后有着深层的意图。比尔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促进那2个经常争吵的邻居之间的和解。那天晚上，这对邻居终于坐下来进行了一次和平的交谈，而不是像往常那样争吵。在比尔的巧妙介入下，2家的关系开始缓和，最终重归于好。某天，比尔再次拜访了那位女房主的家，却意外地发现她已不在人世。现任的房主告诉他，前任女房主因误服伏特加和安眠药而不幸去世。这个消息让比尔感到震惊和悲痛。他从未想过那位友好的女房主会这样突然离开人世。现任房主随后带比尔走进了一个房间，那里堆满了前任女房主从比尔这里购买的各种物品。这些东西如今静静地摆放着，仿佛诉说着过去的回忆。更令人心酸的是，现任房主提到前任房主家里的狗狗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但女房主一直坚持从比尔购买狗饼干。比尔的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他意识到自己在多年的推销生涯中，不仅仅是在售卖商品，更是与许多顾客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而那位女房主无疑曾是默默期待着他的女人。她的离世让比尔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仿佛他失去了一个未曾真正珍惜的朋友。不久后，推销公司也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尔来到了新公司报道，手中紧握着象征着新开始的公司门卡。然而他发现这个推销公司在年轻人的带领下已经迈入了电话推销的时代，员工们都在打着电话，看着电脑，与往日那种面对面的交流截然不同。比尔感到自己格格不入，他的心中充满了迷茫。他向年轻的老板询问自己的步行推销岗位在哪里，却发现那个岗位现在已经设在仓库里。这一切的变化太快太大，比尔一时难以接受。他看着椅子上的老头，仿佛看到了未来的自己，一个可能会被时代抛弃的老头。在这种失意的情绪下，比尔一不小心走进了马路，结果他被一辆公交车撞倒。再次醒来时，比尔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雪梨得知消息后，连忙带着男朋友和孩子赶来看望他。然而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手术费用，保险公司只愿意支付1半的费用。雪梨愤怒地提出要起诉公交车公司，让他们承担全部医疗费用。但比尔却认为自己在这起事件中也有责任，坚持不愿意起诉。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比尔别无选择，只能决定卖掉自己家里的房子。在雪梨的精心照顾下，比尔顺利出院了。回到家中不久，他便完成了房子的出售手续，转而租住在另一处。但没过多久，他便发现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那个买下他房子的人居然是雪梨。比尔感到困惑和不快，他找到雪梨表达了自己的疑惑和不满。他坚称自己不需要被施舍，即使生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他那种不需要别人可怜的性格和精神依旧没有改变。比尔自强不息的精神让他无法接受任何人出于可怜而提供的帮助。尽管雪梨声称这是以朋友的身份互相帮助，但比尔听后仍然感到愤怒。他不愿意接受雪梨的这种帮助，坚持认为自己可以独立应对生活中的困难。2人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比尔感到被冒犯，而雪梨则感到失望和无奈。随后，比尔回到了自己租住的房子，但他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不久后，有人找到了他，自称是小时候曾被比尔用布偶吓到的那个小孩。这个人表示，长大后才发现比尔的推销工作就像一条线，将附近的邻居和人们联系在了一起。他想将比尔的事迹写成故事，讲述那个挨家挨户敲门推销的比尔，但比尔听后直接拒绝了。不久后，雪梨再次找到了比尔，他向比尔道歉，并将关于比尔突然成为新闻焦点的故事带给了比尔。然而，比尔对此并不感兴趣，他表示自己已经放弃了推销工作，对过去的事迹也不再留恋。雪梨失望地离开了。雪梨走后，比尔手中捧着父亲留下的那个怀表，他的思绪飘远，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最终，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去推销公司，表示自己要继续从事推销工作。然而，公司的年轻老板却认为比尔应该退休，去享受生活，而不是继续工作。他认为比尔已经上过新闻，应该借此机会好好休息。但比尔离开公司后不久，年轻老板却追了上来，他想让比尔继续推销，因为他没想到比尔的这起事件竟然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关注。随后，比尔又回到了自己的推销生活中，他第一个找到了雪梨，两人一释前嫌。雪梨为比尔戴上了领带，象征着他们友谊的重新开始。之后，比尔再次踏上了他的推销之路，无论面临多大的困难，他都坚持着，相信努力总能带来希望和改变。即使生活给予我们重重打击，只要我们持续前行，就能开辟出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